就是你，是你给楠楠下了致幻药，导致她精神失常的。妈，说话要有证据，你怎么能为了保护姐姐就信口胡说？怎么，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？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你做的好事。这次的剂量绝对没问题。妈，我给姐送牛奶有助于睡眠。你什么时候安的监控？扔东西那天，我顺便给家里安了几个摄像头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家里是谁在搞鬼。你给楠楠下药的全过程，我都拍了下来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江一远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那只是安眠药，为了让你睡个好觉，免得你又害死我们全家。哼，安眠药，你还真敢编！真的，你们一定要信我。我要是想害他，他怎么会好好的在这儿？信你，可以。既然你说只是安眠药，那我们现在就带楠楠去做个药理检测，如何？够了！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你就不能安静去死吗？第3世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？我重生了，又回到全家惨死这一日。前世女儿生日这天，我和丈夫把家产分给一双儿女，没想到这3000万，我和你们爸商量好了，你们姐弟一人一半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爸妈，弟弟，你们吃饭。妈，今天的菜里放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放啊！楠楠，是你干的！你们给错了，我以为是财产分割出了问题，于是第2次我把所有财产都给了女儿，结果楠楠3000万全是你的，爸妈最疼你了。一远，你是男孩，以后自力更生。妈，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这下楠楠不会再说给错了吧？完了，怎么又是这个表情？快跑！怎么又来了？好像是汽油味儿。给错了！不，妈，你给错了！楠楠，你此刻是第3次了，如果不解决分家产的问题，这一世还是会陷入死亡循环。可是楠楠每次都说给错了，她到底想要什么？妈，别分家了，我们快跑吧！你们说什么？妈，我们也重生了，现在是4月26号上午9点，分家产是3天后，趁楠楠不在家，我们快跑吧！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要跑去哪里？楠楠，你怎么在家？这个点你不应该在上班吗？你这个疯子，离我远点儿！爸妈，咱们快走！还有3天，这一次再没头绪，还是逃不过惨死，怎么办？妈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今天没上班，因为身体不舒服，请假1天，准备去医院。一远，你莫名其妙干嘛拿杯子砸我啊？我又不是鬼，你要死啊！你又要我们死？快走！一切都太奇怪了。楠楠从小就性格温和，从来没和家人红过脸。就算是姐弟喜欢上同样东西，楠楠也会大方相让。给你玩，姐不喜欢车。成年后拿到第1个月工资那天，也是先孝敬父母。爸，这个手串适合你。妈，你试试这个墨镜。这次旅游你们就放心玩，我全包了。这样的女儿怎么会忽然对财产分配不满意？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细节。妈，这几天我总感觉自己身体不对劲，睡觉的时候有人在我耳边说话。不对，前2次他死前的样子都不太正常。难道问题不在分家产，而在他这个人？哎，蓝静，妈，楠楠，妈今天陪你去医院检查吧。患者呢？他去上厕所了。医生，结果怎么样？你女儿她，女士，您女儿除了有点轻微贫血，其他一切都很正常。这怎么可能？前2次分家产，只要楠楠说给错了，我们就马上被抹除。只剩2天了，我们必须马上走。离分家产那天还有60小时。那你们告诉我，楠楠为什么不满意？难道是你们俩做过什么对不起楠楠的事吗？医院都查不出来。心魔须得问你们自家人了。感谢大师，
楠楠，你去送一下。之前的话还没说完，你们俩有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楠楠的事，让她恨到怎么分配都不满意？要说对不起他的事儿，倒是有，但不至于啊。快说，什么事儿？那年他出车祸，竟然是因为你。他在医院躺了3天，因此错过高考，复读1年才考上大学。妈，要是你没让我去跑腿，我是不是就不会错过高考？原来你才是罪魁祸首啊！妈，都怪你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楠楠有太多不满，才引发了这个死亡循环。对，还有分家产，也是你提的。妈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是我，都是我的错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弥补楠楠，解开她的心结。就是因为这些事，即使把所有家产都给楠楠，也不能平息她的怨念吗？这真的至于吗？爸妈，你们怎么还不吃饭？妈做了你爱吃的，快来。对不起，楠楠，高3那年要不是我让你跑腿买盐，就不会出车祸错过高考。是妈对不起你。对，爸也道歉，劝你改志愿的事儿是爸不对，但我也是为了你好。姐，小时候让你替我背黑锅，是我不懂事。你们以为一句道歉就能抵消过往的一切吗？看你们吓的，我开玩笑的。妈，你想多了。车祸那事儿我后来想明白了，要不是复读1年，我还考不上现在的名校呢。那年录取率史上最低，和我一届的尖子生好多都滑档了。爸劝我改志愿这事儿，我当时是挺委屈的。但现在想想，设计行业这几年多惨啊，裁员一大片。我那些学设计的同学现在都转行了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至于某个人让我背黑锅，我可没吃亏。每次背完黑锅，我都从他存钱罐里自助拿辛苦费。他存了多少钱，我门儿清。怪不得我存钱罐老是少钱。那是你欠我的。原来楠楠根本没记恨这些事，那她到底为什么？妈，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糟了，他又生气了！妈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非要我们道歉，他怎么会生气？我们死定了！只剩2天又要分家产了，爸，我们这就收拾东西，现在就走。站住！我们为什么要走？我知道了。既然每一次的分配结果他都不满意，那这次我们就不分了。只要不拿出这3000万的家产，就不会被系统抹杀。不分？那要是不分，他更生气怎么办？对啊，妈，我可不想那么早死，我还等着娶老婆呢。还有2天，我想是最后一次。这一次，我一定会弄清楚他要的是什么，带全家摆脱被抹除的命运。这真的可以吗？一定可以。对了，楠楠最近神神秘秘的，老是把自己关在房里。趁她不在，我去看看。走，我们一起。他发什么疯？怎么这么多瘆人玩意儿？他什么时候喜欢玩这些小孩子的东西？这太不正常了，我们还是先出去吧。看着女儿一屋子的儿童物品，我更加自责。一向乖巧的女儿，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古怪？我竟然一无所知。楠楠，妈，大晚上的你做啥呢？我给姐送杯牛奶，有助睡眠。什么时候他们姐弟这么好了？我明明记得他们长大后就很少说话了。保险柜里是这个家最大的秘密，只要不分家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一夜，楠楠没有任何动静，平安无事。妈，我出门啦。今天不是生日吗？怎么还出去？就是因为生日才要出去啊！我要去给你准备惊喜。给我？妈，我的生日也是你的受难日。25年前的今天，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的，是我该谢谢你。妈，等我回来。妈，不好了！江楠楠拎着一袋子刀回来了，
和前世一样，他又疯了。爸妈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快走。妈，快啊！电梯快到了。来了。莫非是？快点！他会不会已经上来了？走楼梯间。停车！师傅，快开，快离开这里！逃出来了，终于逃出来了。妈，咱们成功了，这次咱们没死。妈，等这事过去，我和小苏就去买房，我们都看好了，就是江边那个1000万的豪宅，风景特别好，到时候把您接过去享清福。师傅，掉头。妈，你疯了！蓝静，你想带着全家一起死吗？师傅，麻烦您掉头，回刚才那个小区。妈，我们好不容易逃出来，你回去干什么？我不走了，我要回去继续分家产。妈，你不能回去，我们马上就要安全了，你为什么偏要找死？对啊，活着不好吗？我一定要回去，这笔家产必须要分。你偏要回去，家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莫名其妙死了2次，还不够吗？不够，当然不够。我已经知道原因了。楠楠怀孕了，难怪她房间里那么多婴儿用品。我知道了，她一定是未婚先孕又积怨成疾，所以你怎么分她都不满意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老婆，现在更不能回去了，不要白送性命。妈，老婆，放心吧，如果你们怕死，就别上来，我一个人去分。妈，你回来了。楠楠，妈找到你要的东西了，妈这次不会给错了。妈，你说什么？妈，我拖住江楠楠，你快跑！老婆，快走！楠楠，这就是你要的东西，这一次妈绝不会给错。原来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江楠楠要的根本就不是钱，也不是房子，她要的是……对，我要的就是他。果然如此，这次应该不会再陷入死亡循环。她要的是什么？银行卡还是存折？妈，你怎么又把家产全都给姐姐了？你忘了吗？上一世你把所有钱都留给她，也无法改变惨死的命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没想到吧，楠楠想要的既不是银行卡，也不是存折，而是这张收养证明。那你还说是回来分家产？结果就是为了这张纸。妈，我一定就是那个被收养的孩子，对吧？你们一直都在骗我。楠楠，你听妈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根本不是你们的孩子，我的亲生父母在哪里？你们还要骗到我什么时候？从小到大，有好吃的好玩的，你都永远先紧着我。原来是因为对我的愧疚，对吗？这些年的偏爱原来都是假的。楠楠，冷静，别激动。谁说你是被收养的？你就是妈妈的亲女儿，妈妈对你永远都是全心全意的爱。够了！
什么被收养、被冷落，这才是你心生不满的理由。楠楠，就算你是被收养的，我们江家也待你不薄，犯得着因未婚先孕就把我们全家拖入死局吗？怀孕？我没有怀孕啊！玩具、奶嘴、衣服还有鞋子，我和你妈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多母婴用品，不是怀孕是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，爸？这些都是我小时候你和妈给我买的，因为知道了自己是被收养的，我才特意找出来珍藏的。我买的？这个是我5岁那年你送我的，这是6岁那年爸爸出差给我带的礼物。我只是想修好它们啊。那这些呢？这些都是新的，你又怎么解释？我就是觉得这些手感柔软，摸着有安全感，所以买着玩的。姐，你就承认吧，我们都看到那张孕检单了。你就算被收养，就算未婚先孕，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认你这个姐啊。楠楠，这孩子你不想要就打了，想要就生下来。虽然你是被收养的，但小孩是无辜的，我们永远是你的家人。都说了我没有怀孕，你们别再血口喷人！你们2个给我闭嘴！姐，这都没外人，你就别嘴硬了。都说了我没有怀孕，你们偏不听，还要逼我！别逼我，楠楠乖，妈信你，你先放下刀。你别过来！你不是我妈，我也不是你女儿。 25年的养育之恩，你说不认就不认，简直混账！就是啊，姐，从小父母都围着你转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们2个给我闭嘴！没看到他不对劲儿吗？不准刺激他！你们骗我！你们骗我！楠楠，把刀给妈，别伤了自己，冷静点，咱们慢慢说。不是我没有。妈知道你没有，因为那个被收养的孩子根本不是你，他才是我们收养的孩子。不是，兰静，你不要胡说八道。一远明明就是我们亲生的，江楠楠才是被收养的，他疯了，难道你也疯了吗？亲儿子，你哪来的脸？当初我生下女儿后，大出血切除了子宫。 你为了弥补没有儿子的遗憾，又舍不得家产，不敢离婚。老婆，我求你了，我江家不能没后啊！你说服我同意领养个男孩。老婆，我有儿子了，就给他取名叫一远吧。 别说了，都别说了！我是被领养的，你们骗我！江建伟，闭嘴，别再刺激他了。楠楠就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女儿，江建伟，你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没良心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至于被那个鬼系统连续清算2次吗？妈，你糊涂啊！你难道忘了前2次我们一家是怎么死的了吗？ 怎么死的？被你害死的。你真疯了不成？我们不都是被江楠楠害死的吗？哼，就是你，是你给楠楠下了致幻药，导致她精神失常的。妈，说话要有证据，你怎么能为了保护姐姐就信口胡说？怎么，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吧？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你做的好事。这次的剂量绝对没问题。 妈，我给姐送牛奶有助于睡眠。你什么时候安的监控？扔东西那天，我顺便给家里安了几个摄像头。我倒要看看这个家里是谁在搞鬼。你给楠楠下药的全过程，我都拍了下来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江一远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那只是安眠药，为了让你睡个好觉，免得你又害死我们全家。哼，安眠药。 你还真敢编！真的，你们一定要信我。我要是想害他，他怎么会好好的在这儿？信你可以。既然你说只是安眠药，那我们现在就带楠楠去做个药理检测，如何？够了！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你就不能安静去死吗？第3世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能放过我？放过你？
谁来放过我？你害了我们3世，我拿什么放过你？你这个恶魔！不错，是我又怎么样？还不是你从小到大都偏心他，我一直都生活在江楠楠的阴影里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你们看到的只有他。老江啊，你们女儿真是越来越优秀了，这次又是全校第一，以后一定能上清北啊！这孩子就是天资聪明，又肯努力。你少说2句，楠楠该骄傲。哪儿的话，你家楠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就算是骄傲也是应该的。小江啊，多向你姐姐学习啊。知道了，爸妈，我吃饱了，先去做作业了。你家老二一看孩子，就因为这些，你就要报复我们？不，直到我无意中看到了那张领养证明。原来我不是他们亲生的，我是没人要的孩子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难怪这么多年像个刺猬一样一点就炸。明明就是你们偏心，什么一视同仁都是骗人的，你们心里眼里只有他。怎样？眼睁睁看着最爱的女儿疯癫，滋味如何？畜生！从小我就护着你，生怕自己哪儿没做好，让你委屈。没想到竟养出个白眼狼！议员，你怎如此糊涂？就算嫉妒你姐，也不能犯浑啊！嫉妒？这个家的一切明明都该是我的。我和小苏早就看好了房子，准备买房结婚的。可他呢，偏要分家产。我们都看好了，就是江边那个1000万的豪宅，风景特别好，到时候把您接过去享清福。说到底还是为了钱。可第一是我明明分给你1500万，你为何还要害楠楠？还不是怪你！那次我问你财产怎么分，你不肯说，只说早就公证好了，在江楠楠生日当天揭晓。可那是她的生日啊，那是你给她的生日礼物，怎么可能会有我的份儿？所以你就找江建伟合作，联手害我们母女？爸，蓝静，你疯了！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都是江一远这小子一人所为，我也是受害者啊！你什么你？我好心收养你，处处维护你，你为了钱害死我们全家！别牵扯老子，不然你1分钱别想要！是又怎样？这次你们谁都别想跑！够了！江建伟、江议员，你们别装了。老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问你，刚才在楼下，你明明怕得要死，为什么最后又跟上来？老婆，我那是担心你，我怎么忍心看着你一个人往火坑里跳？担心我，还是担心那3000万？你们跟着我上来，都是因为我说要回来继续分家产。你放屁！蓝静，你我几十年的夫妻，你居然怀疑我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被这逆子气糊涂了。还不给你妈跪下！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爸，你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江建伟，别装了，你们是一伙的，这就是你想害我们的原因。这不是楠楠的孕检单吗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楠楠和这个逆子私通了，所以联手害我们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他们俩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怕我们发现，所以……够了。江建伟，别演了，这上面是你的私生子。老婆，你气傻了吧？这都哪跟哪儿啊？你就是为了这个孩子，为了名正言顺拿钱娶那个女人上门，所以和江议远合谋，想害我和女儿。爸，你居然……放屁！这都是你臆想的。本来我还不确定，直到你看到这张孕检单，
第一反应竟是说这是楠楠的。有什么问题？这张孕检单就是他的。可半个月前，我刚给楠楠煮过红糖水，怎么可能会是他？都来大姨妈了，还熬夜加班，自己的身体一点不爱惜。还是妈心疼我。那既然不是楠楠的，那就是隔壁邻居不小心掉门口的。是我不好，误会女儿了，我这就把单子还给人家。你别过来！建伟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？这就是证据。蓝静，你竟敢偷我手机！孕妇装、防辐射服、婴儿床、进口奶粉，收件人秀秀。建伟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那是因为我有折扣，同事求我帮他买的。你少胡说八道，人家有老公的。对啊，购买记录而已，说明不了什么。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你这算哪门子证据？小心被人告你诽谤。证据马上就会自己送上门。建伟，是不是成功了？那2个蠢女人是不是自相残杀都死了？建伟，家产都到手了吗？人家等这一天等好久了啊！你们怎么还在？秀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弄疼我了，不是你发消息喊我过来的吗？是你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捡到那张孕检单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了。当时在的士上，你们父子都在庆祝劫后余生，而我正看着你手机里的购买记录，给收件人林秀秀发短信。逃出来了，终于逃出来了！妈，咱们成功了，这次咱们没死。没想到我猜对了，也赌赢了，鱼儿果然上钩了。你竟敢骗我！江建伟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江建伟，为什么我们白手起家，我陪你从沿街叫卖一路走到现在，为了生孩子连子宫都切了，还落下一身病，我到底哪儿对不起你？换来的就是你为了这个人联合江一远害我们母女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蓝静，你少在这儿装模作样！你一向心机深沉，算计来算计去，不也是为了钱吗？还有脸说女儿？哼，这个赔钱货，吃家里的喝家里的，读再多书都是给别人养的，有什么用？我江家3代单传，到你这儿就断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赔钱货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打拼几10年又怎样？到头来连个正经继承人都没有，有什么意义？秀秀肚子里的才是我们江家真正的血脉。我判了25年，你反倒来质问我？好你个江建伟！就是，自己没本事就别占着位置不放。你给不了他想要的，还不如就体面的放手。你闭嘴！哟，你还会叫唤呢？你妈生不出儿子，你也是个废物，哪来的脸嚷嚷？楠楠，别怕，妈妈在。妈，还在这儿演什么母女情深，真倒恶口。老公，别跟他们废话，赶紧了结，看着都心烦。小傻瓜，急什么？这种事儿哪用我们亲自出面？我要所有人都以为是那赔钱货逼死了他妈，让他们万劫不复。原来如此，为了让我们母女反目，是你们故意误导楠楠，让她以为自己是收养的。是又怎么样？是我亲口告诉他，说他是捡来的。江建伟，你还是人吗？我是亲生的，我是捡来的。我本以为他知道自己是收养的，会恨你，会跟你闹，会乖乖站在我这边。可这个死丫头，她居然半点都不怨你，还说要拼命工作报答我们。爸，不管我是不是亲生的，你们的养育之恩我这辈子都还不完。您放心，
我一定努力工作，报答你和妈。那你也知道楠楠乱服药导致精神失常的，是又如何？我就是要他彻底死心，不再信你。没了你们，我才能顺理成章拿到一切。她可是你的亲女儿啊！你们这样做会毁了她一辈子啊！哼，不过是个外人罢了。这里面才是我江家真正的指望。既然如此，那前2世你明明计划周密，那为什么最后全家都死了？还不都是这个兔崽子害的？第1世就是你沉不住气，故意刺激江楠楠，才触发了那个鬼系统，酿成大祸。原来第1世分家产前夜，易远急于独占家产，故意在楠楠面前恶语相向，逼她主动放弃家产，却没想第2天楠彻底失控，触发系统。你就是个养女，也配分江家的家产？识相点就主动签字放弃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怎么能怪我呢？我哪知道他那么经不起刺激？有本事你自己上啊！没用的东西。那第2世呢？哼，第2世，我以为只有我和江一元2个人记得前世的事，以为这回稳了。我们千算万算，却没算到，你早就去公证处把3000万全给了江楠楠。既然我半毛钱都拿不到，那就别怪我。是吧？这次咱们得小心点，妈那边我来哄，让她把钱全分给我。行，你去说，等钱到手再做打算。3000万我全部留给楠楠，我已经去公证处办好了。我只是想让楠楠满意，带全家逃过系统的制裁，没想到既然都拿不到，那就干脆再来一次，反正也不是第1次这么做了。所以第2世你们又对楠楠下手了，试图控制她。对，既然都拿不到，那就只能再重来一次，反正也不是第1次，被那个鬼系统抹除了，我机关算尽，却算漏了你对江楠楠毫无保留的爱，你说这叫什么命？不过没关系，事不过3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还不快动手！只要他死了，家产就是我们的。你不是要买江边那套豪宅吗？不是要娶你女朋友吗？动手啊！骗人的，都是骗人的。易远，你还要一错再错吗？20年啊，就算是块石头应该焐热了吧？易远，你真的都忘了吗？你还记不记得你8岁那年发高烧，半夜40度，你爸出差不在家，是我背着你跑了3条街才拦到车。小远，你撑住，妈马上带你去医院。妈，你别哭，我没事。后来你在医院抱着我不肯松手，说要长大后好好孝顺我。江议员，你别被他蛊惑。12岁那年，你在学校被同学欺负，是我二话不说亲自去校门口接你放学。你们这些人，赶紧给我走开！妈，谢谢你，等我长大，换我来保护你。那现在呢？你高考压力大到吃不下睡不着，人瘦的脱形，是我天天变着我样给你做饭，陪你刷题到深夜，你哭着说怕我失望，想成为我的骄傲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把你当亲儿子养了20几年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孩子。议员，收手吧。妈，你说你把我当亲儿子，那好，家产全部给我，不给江楠楠，你愿意吗？哈哈哈哈，就知道你不愿意，你嘴上说的好听，可3000万你1分都不会给我。你和江建伟合谋害了我们2世，还要我以德报怨吗？但如果你现在迷途知返，我会在法庭上为你求情，法官会念你一时糊涂。求情？妈，你当我还是3岁小孩？你真可笑，过去一切都是你一厢情愿对我的施舍，凭什么再要我放下？那可是3000万呢，你为什么那么偏心？你真是无药可救。听到没，兔崽子，你妈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儿，她心里永远只有那个赔钱货。就是，还跟他废什么话？你们害死我也没用，家产都在我名下，我已经立了遗嘱，若我有个好歹，3000万全部归楠楠，
你们1分都拿不到。是吗？楠楠，你醒醒看看妈妈！妈，不，你不是我妈，我没有家人，我早就没有家人了。江一远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妈，你不是聪明吗？你自己猜啊。是你，一定是你找的鬼！你们用下三滥的手段逼迫我女儿！你们是不是还想控制她杀了我，再让她自杀，好神不知鬼不觉吞掉家产？是又如何？不过我改主意了，只要你把家产都给我，我就大发慈悲带他去医院，否则你就只能陪着这个疯子永世不得安宁。我家建伟就是仁慈，这也是为了给我肚子里的孩子积福。姐姐，你别不知好歹！我呸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建伟，你看他。蓝静啊，蓝静，你也就只能逞口舌之快。你以为你聪明，你以为你赢了，现在呢，连你女儿都护不住。畜生！哎呀，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，怎么比得过你的宝贝女儿呢？我劝你识相点，这房子、钱还有男人，全都是我的。别给脸不要脸，他是疯是傻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别逼我！这群恶魔以为控制楠楠逼我妥协，就能一手遮天吗？做梦！该死！明明前2次根本没人来，是你们招来的！快，制住那个死丫头！别动！再动我弄死你！谁呀？你好，天天快递。您好，收件人蓝静，麻烦让他来签收。他在忙，我来吧。是我女儿生日，我老婆忙着做饭呢。哦，生日惊喜，您女儿好福气，有这么疼她的父母。祝您女儿生日快乐！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要被发现了。怎么还没来？没想到你还订了个蛋糕，还真是母女情深。一远夜长梦多，快动手！本想点个外卖，多个目击证人，没想到被他们圆了过去。想救你女儿，就把钱拿出来。你也不想看到江楠楠永远疯疯癫癫吧？快点儿！怎么不见棺材不掉泪？别，钱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个要求。少来！别考验老子的耐心。一远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从没求过你什么。你想怎样？只要你能满足我最后的心愿，我就把钱都给你。别管他，他就是想拖延时间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说吧，想要我做什么？我想最后陪楠楠吹一次生日蜡烛。你对亲生女儿可真好，你还说你不偏心。一远，妈求你了，只要吹完蜡烛，我就立马给你账户密码。都要死了，还惦记那个傻子。楠楠，来，一起唱生日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楠楠生日快乐。死到临头还矫情，真是事多。既然心愿完成了，那密码呢？
你看什么呢？问你密码。过来，我告诉你。你敢耍我！去死吧！注意到，都有人双手抱头。放开我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你故意的！是又怎样？你蛇蝎心肠的女人，做局害我！我什么都没做，是江一远一人所为。我是孕妇，你们不能抓我！孕妇也一样，有事回局里说。你们没有证据，不能随便抓人！谁说没有证据？你什么时候？我进家门的时候就报了警。你们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呈堂证供，我要把你们送进监狱，牢底坐穿。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是他怂恿我的，我只是被他利用了。放屁！是你自己来找我的。你说你女朋友要买房，你说你怕分不到钱，你个白眼狼，现在想推到我头上。蓝静，你别得意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出去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那个赔钱货，你们母女俩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还敢大放厥词，带走！蓝静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他，是江静伟骗我的。他说他会离婚，他说他会娶我。妈，你不能这样绝情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把你当亲妈孝敬的。你不配！妈妈，你醒妈！太好了，楠楠总算认得我了。警察同志，我有重要情报要举报，你们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江建伟他们两个还给蓝静买了一堆大额保险，他们还想借刀杀人骗保啊！放屁！再胡说八道，老子弄死你！住手！不准伤我儿子！秀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要你偿命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护着他？你脑子被驴踢了！老子供你吃穿，你他妈还敢害我亲儿子！你个老东西，你也疯了！妈，你醒了。是妈不好，让你担心了。不，都是我的错。傻孩子，跟你没关系。蓝女士，请问现在方便做个笔录吗？这是他们合谋购买的药物，还有给你买的保单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他们跑不掉的。请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放心吧，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您好好休息。看看。妈，对不起，以后我再也不胡思乱想了。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只是我的亲爹和弟弟却想要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已经家不像家了。楠楠，你还有我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要分家吗？为什么？当年你爸求着我收养了你弟，但他品行顽劣，不管我如何教导，始终改不了性格上的缺陷。3000万的家产，如果落到他手里，在我们100年之后，这些钱他肯定一分都不会给你留。妈，我只是担心江一远会连累你，却没想到他这么心狠手辣。他联合江建伟，不仅谋财，还想害命。这次我一定要他们付出代价。
妈，那件事网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，今日您出院，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是林秀秀的丈夫，我们早就离婚了，请勿打扰，谢谢。我苏娇娇在此声明，我早就认清江一远这个渣男，并和他分手。江一远的所作所为，人神共愤，完全是咎由自取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这就是人性啊！那是他们自作自受。想当初，我从娘家东拼西凑了创业资金，陪江建伟艰苦创业几十年，毫无怨言。如今有了积蓄，他却开始嫌弃我这糟糠之妻，我又做错了什么？妈，你付出太多了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都过去了，一会儿出院我就去办和江建伟的离婚手续。妈，我支持你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我再给他们爆点料。什么？这个江一远居然还是板龙不语蛇，不知感恩就算了，真是个白脸狼老狗穿。那江建伟就更不是东西了，居然伙同杨子谋害妻女。蓝女士，您对江氏父子的指控以及离婚诉讼，法院已经受理，过几天就会开庭。很好，张律师，多少钱都不是问题，请你务必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姐，你放过我吧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孩子没了，家也没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去跟法官说吧。看什么看？还不服气？你反了你了！老婆，你是来救我出去的吧？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该轻信这个逆子。滚开，老东西！你才是主谋！妈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！你看，我帮你报仇了。妈，我真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打小你最疼我了。老婆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最爱的一直是你啊！今天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。我已经请了最好的律师起诉离婚，你就等着净身出户吧。你要跟我离婚？你这是落井下石，想都没想！想逼我跟你离婚净身出户，你做梦！等我出去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们走着瞧。不离婚，那就只能丧偶了。你敢咒我，我跟你没完！别激动，你心脏不好，血压也高，别死在牢里。是啊，妈，我叫了你20多年妈，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？是啊，20年了，以后别叫了，我嫌恶心。张律师，争取让他多判几年，在牢里好好改造吧。老婆，你回来！妈，你回来！我转身就卖掉了原来的房子，带楠楠搬去了酒店。这个装满了谎言与背叛的家，和那些虚情假意的过往，我不要了。不要过来，不要，不要！楠楠，怎么了？又做噩梦吗？妈，你放心，医生说我好多了，噩梦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。蓝女士，庭审已经结束了，我来向您汇报一下。今天庭上江建伟父子竟然当庭翻供，坚称他们是被你陷害的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林秀秀居然作为关键证人出庭，陈述了江家父子的阴谋。不是这样，我可以作证，这一切都是他们两人策划的阴谋，我也是被骗的。可算轮到他们狗咬狗了。法院已经宣判3人罪名并收监，同时法院也同意了您的离婚申请，财产全部归您所有。谢谢你，张律师。不客气，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就该付出代价。江女士，你父亲中风瘫痪，符合保外就医条件，你作为直系亲属需来办理手续，接他回去。什么？江楠楠，你永远是老子女儿，死也别想摆脱老子！好，我们这就来接他。妈，你为什么要管他？难道我这辈子都摆脱不了吗？
放心，楠楠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我把江建伟送到了最差的养老院，这里没人惯着他，就连院里的老人也都知道他的恶行。真恶心！好端端的浪费粮食，不想吃就别吃。没人理他，这就是他应得的下场。听说他丧尽天良，连自己妻女都想害死，难怪没人管，真是报应！呸！就是，别管他，我们走。至于江一远，入狱后没多久就彻底疯了，整日念叨着要重生，彻底沦为废人一个。重生，我要重生。妈，这一年我走遍大江南北，看过山川湖海，终于摆脱了那些糟心的过往，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楠楠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属于我们的新生才刚开始。